秦苍叶看着金光瑶对女儿这般体贴，心下欣慰之极，但情绪更多是复杂。这件事必须弄清楚，不是吗？胡闹！宗主，你说到底有没有做那糊涂事？金家大长老看着三人僵持在那一动不动，金光善一脸懊恼的模样，金光瑶的狼狈，秦苍叶的决绝，大长老只能遣了仆从去内室将少夫人请来。修士寻找血脉不同于普通人，可有术法招引，大师家更是有特制的玉牌，只有相同血脉才能将其唤醒。秦素一脸茫然地被带到练武场，看到金光瑶满脸是血的模样，赶忙掏出怀中的手帕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着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父亲又用酒杯砸你了吗？秦素关切的话语却让在场的人快速抓到重点。风光无限的脸方尊在金家一直都在挨打，而今这对琴瑟和鸣的夫妻怕也。金光善眯起眼睛打量着面前这个儿媳妇，也没见着哪里像自己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素素，你把手给爹，无论如何你都是爹的好女儿。爹，怎么了？那些凶尸怎么回事？秦苍叶对着女儿的疑惑不予理会，拉着秦素的手走到金家大长老面前，扎破他的手指，把血滴在金家特制的玉牌上。忽然一双手遮住了他的目光，陷入了黑暗之中，耳边传来金光瑶温柔的声音：素素，我先带你回去，这儿怨气太重。金光瑶在玉牌闪耀着金光下，运用灵力屏蔽了周遭的声音，小心地护着秦素离去。秦苍叶目送着秦素消失在练武场，周身的灵力暴起，一把剑直接刺穿金光善的下半身，顿时哀嚎声响遍整个金家。老秦，你先留他一命。还是炼尸场的事，陈家主连忙劝道，他和浔阳李家交好，玉和的母亲是沉了冤，可还有他父亲，还有那数百条的人命还没交代。我秦家从现在起退出兰陵金氏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我先回去一下，我也先行一步。兰陵金氏的附属家族纷纷离场，生怕自己家女眷也遭了金光善的咸猪手，若真有，也要同金家算一算账。赤峰尊，这如何是好？金光善因下体悲伤昏迷了过去，脸方尊护着秦素小姐也离开练武场，现在金家乱糟糟一团，没个主事。西尘，让弟子寻个客栈。炼尸场一事一日不完。我们不走。蓝启仁揪着一缕小胡子，怒道：金家罔顾人伦之事，真让蓝启仁开了眼。兄妹成婚，更别提炼尸场那有违天道的肮脏举语之事。我清河聂氏等得起，等金宗主醒来再说不迟。这祸及苍生之事，得有一个交代。小星辰看着一片狼藉的金家，又侧眸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薛洋，一桩接一桩，尝试灭门惨案，可能要等炼尸场一事结束才能当众审判。金光瑶牵着秦素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向他们的房间，一如当初成婚之时郑重。成婚前夜，岳母命人送来消息，他与素素乃一母同父的兄妹，希望取消婚礼。然而太晚了，所幸也不晚，至少至今为止自己还未碰过他，还未酿成大错。秦素看着金光瑶将自己按坐在床边，而他半跪在地上，双手紧紧握着自己的手，怯怯地说道：夫君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金光瑶伸出一只手，轻轻挡在秦素的唇角，微微摇了摇头：素素，接下来听我说好吗？你我相识已有半载，我记得那时我刚入金家，所有人面上尊称脸方尊，背后却也没少骂我。我在金家举步维艰，我希望秦宗主能够帮我在金家站稳脚跟，所以我带着这个目的接近了你。秦素似乎也是想起那时的甜蜜，嘴角挂了浅浅的笑。我知道的，但我不介意，因为夫君你是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，你一直在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到自己能帮的人，你偷偷给乞丐银两，扶起别人推倒在地的流浪汉，这些都是秦素命人跟踪发现的。再加上日常的相处，才会让秦素心甘情愿地嫁入兰陵金氏这个龙潭虎穴。他想陪他一同闯过这些难关。善良啊！金光瑶眼底晦暗不明。金光瑶打断了秦素的话，犹豫片刻道：素素，我很开心能在我的生命里遇见你这么好的女孩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我必须分开。我是你一母同父的兄长。秦素微张着嘴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夫君，他的额头还在流着血，
忽的秦素半个身子倒在了金光瑶身上。金光瑶身上的温度还在不断地传到他身上，爹爹在练武场上的言论，指尖被取的血，一切指向都是那么明确。秦素猛地起身，双手紧紧拽着金光瑶的胸襟，眼里闪着点点泪光。你到现在都没碰我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此事？不早也不晚，金光瑶伸手擦去秦素脸颊的泪水。我很庆幸没碰过你。子轩和弟妹的后事，还有围剿乱葬岗的后续事宜，让我没那么多心力。你我虽至今尚未合防，但外界不会这般认为。秦素金光瑶会一直背着乱伦的臭名声。我金光瑶没关系，但是你不可以。素素，你应该好好的活着，重新找一个爱你护你的好人家。夫君。